2017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在游戏圈刚刚打拼了1年多的海猫洛和物 AKA 埃及人，找到了还在 Cygames 工作的自己的同专业学长和同人社团主推 V@W， 加上一票在行业和绘画圈中的小伙伴，成立了鹰角网络，并把自己早年的第一个原创企划 3.0 中的一些角色和世界观灵感拿出来做成了塔防游戏，也就是后来在2019年一炮而红，长线运营一直到现在的明日方舟。作为比较有代表性的国产二次元游戏，明日方舟带火了很多美术概念，比如机能风、漠视感、扁平化 UI。 不过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方舟的各种美术元素都十分眼熟，想必作为主 GUI 的海猫以及主美的维，在这种风格的形成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建筑师是怎么做出这部游戏的。明日方舟的故事发生在假想的泰拉世界中，这是一个由于原石而破败、充满纷争的架空世界。虽说是架空的，但设计世界观也不可能是无本之源，方舟世界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这种世界观的设定决定了游戏的美术风格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气息，人物的服装和装备设计上大量的使用了可以设想用于现实的元素，比如像战术腰带、背心、冲锋衣、披风、军靴，还有易于拆装的拉锁、锁扣等细节，加上以黑白灰为主克制的颜色搭配，形成了十分有辨识度的技能风设计。这种设计语言贯穿了游戏中的几乎所有人物，又跟各个地域势力的特色元素结合，整体统一又互有不同。以游戏中最重要的势力机构罗德岛为例，大部分主要干员的衣服都是黑色为主色调，搭配少量的宝蓝色作为区分阵营的标志性颜色。在这些角色的设计中，很少见到黑白灰和宝蓝之外的颜色。这种配色方案想来建筑系学生看到都会想起自己的设计课作业排版，用简单的黑白灰搭配一点亮色调来突出重要的信息点。不光是人物，在场景的设计上，方舟也大量遵循了这个原则。还是以罗德岛为例，作为一个对外宣称是医药公司的恶霸团伙，罗德岛的本体像是一个巨大的坦克，除了少部分亮黄色的构件，基本都是深灰色。在这个移动堡垒上，几乎每一处细节设计都可以想象一下它具有什么功能。室内空间也是一样，你会在灰白的背景中看到一抹亮色的靠枕或者是警戒线。我记得我上大学的那会儿，有个老教授就喜欢说你这个图太灰了，然后拿起彩笔到处在学生的作业里涂一个红色块。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简单的颜色更容易掌握，即使在设计中堆砌的元素再多，也不容易乱套。如果有2个以上的亮色调，并且面积较大的话，就十分考验设计者的色感了。在大批量生产时，难免出现把握不住的情况。同样被这种设计语言支配的还有 GUI， 也就是 Graphic User Interface。周游的扁平化 GUI 隐藏了多余的信息，以黑白为主色调，只在重要的信息点上有比较明亮的蓝色来强调。而为了能在手机上便于触按， UI 中的按钮都选用了最为简单的方形轮廓。这种方形扁平按钮设计在 Windows Phone 上可以找到。后来 Google 推出的 Material Design 体系也是用了类似的极简设计语言，不过颜色相对沉稳，还有淡淡的阴影，为的是营造空间感，让本来在平面上的像素以空间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对之下，为了游戏中的空间拟物度更高，因此对立体感的表达要求也就更强，所以周游的方形按钮都增加了一定的透视角度，让它们看起来和场景融为一体，像是悬浮在其中的。如果说以上的内容在建筑设计专业看来只是似曾相识，那么关卡大地图选择界面则可以说是十分亲切了。用白色的体块来代表城市，等高线蛋糕来代表山岭，这种建模语言在景观和城市设计中是传统手法，而放到游戏里以后，也同样符合元素最简化的设计原则。在白色的地图上加入少量的彩色道具来突出任务点，符合之前提到的少量亮色原则。从大地图进入关卡内后，就能看到周游极具特色的方格子塔防地图了。这些格子和地形相结合，和大地图采用了类似的渲染方式，从而做到了内外统一。随着游戏的长线运营，关卡场景越来越多，不过基本所有关卡场景还是遵循了灰色调主色加少量亮色的设计语言，加上方格子的统一模块化设计，周游的战斗画面可以一直保持着清晰简单的节奏。在版本升级功能增加后，也可以尽量去保持原有的调性。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了解了明日方舟的设计逻辑，这种逻辑为整个游戏的架构提供了统一形式语言的基础，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整体，并与世界观和故事相呼应。同时它也是区分于其他游戏产品的标记，让这个游戏中的无论人物还是场景单独拿出来都能一眼就认出，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此基础上，周游也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设计，在统一的设计语言下进行个性化的探索。比如移动城邦就是个超大号版的罗德岛，往往是一个坐在履带上的巨大城市。这种概念在很多末世题材的作品中都能看到，比如移动城市。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最早英国的建筑电讯派就提出过行走城市 Walking City 的概念。不过对比建筑电讯派的赛博克苏鲁移动城市，周游中设计的移动城邦形态上则有点像莱姆库哈斯在 SML、XL 中的 Mega Block， 四四方方的盒子里面容纳了复杂的城市功能，加上城市中偶尔出现的巨大原石，形成巨物恐惧，是为了塑造末世环境下的绝望感和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感。不同的移动城邦也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英式维多利亚小镇，也可以看到钢筋混凝土森林，有钢铁巨构，也有哥特教堂。这种地域主义的设计手法可以为游戏的长线运营提供不同的更新风格。比如 2.5 周年的长夜灵光，以卡西米尔为主舞台，在这儿的社会
中，骑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层。玩家猜测卡西米尔的名字是来源于波兰皮亚斯特王朝的国王卡奇米日三世，所以与过往的都市机能风不太一样。卡西米尔的角色都带有中世纪骑士的元素，比如盔甲和长枪。卡西米尔的主要种族为库兰塔，也就是马，其中天马还能对应到波兰的义骑兵，似乎也是验证了这种猜测。而今年春节的《将进酒》则是以蜀道难的意境，将舞台放到了中国风的山城，在原来的方块大地图上加入了水墨元素和国画山体，对应的新人物和新皮肤在原有机能风的基础上增加了国潮的感觉，比如中国传统服饰的领口剪裁、搭扣设计和八卦图案，从而将现代的设计风格与民族元素相融合。整体而言，周游靠着一套独特的审美体系搭建了一个富有野心的世界观，它在保持风格的同时还具有可延展性。除了运营中持续推出的新 DLC， 鹰角也在后续的作品中延展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以上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对《明日方舟》中的美学的分析了，算是一个讨论的基础。至于这里面哪些是瞎编的，哪些又是瞎猜的，还是直接跟制作人交流一下吧。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鹰角网络，跟《明日方舟》的游戏制作人、UI 设计师，也是我们建筑系的同学海猫老师聊聊。海猫老师，好久不见。这边坐。好，那先请海猫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UI 设计师海猫乐和我偶尔平时做点游戏。说起来也是比较戏剧性啊，因为我跟海猫同学都是这个大学都学的是建筑，其实从我们穿的衣服也看出来了，审美高度一致，都是一身黑色。然后后来我们还一起画过同人本，然后结果到今天呢，又从这个建筑的角度去解析这个海猫同学做的游戏，所以整个这个过程还是挺波折，然后又有点这个循环的感觉的。那今天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就是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个游戏，包括一些分析，你觉得哪些是这个比较靠谱，然后哪些又是自己想补充的内容，有没有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老师，你视频前面说的那些内容，就是我不敢说是100%准确的吧，但多少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大方向我觉得是对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样都是做现代设计，学习和接触的都是这一批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就连我觉得大师之间的作品也是互相影响、互相学习，然后所以才形成了现在一种比较统一的这种建筑，或者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它里面的一些内核其实是相通的。就巧的是，我们项目中其实也有很多是建筑相关，或是直接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原本，也有很多建筑系的学生，然后包括像韦老师啊，还有很多核心的一些创作的重要成员，他们都是来自于这些行业的。这种设计它的一种严谨客观的设计思维，其实在我们的一些创作成果中都会有体现。游戏里也会有大家经常能看到和建筑会直接相关的一些内容，也会有很多。比方说第10章中出现的碎片大厦，当时我们着手制作的时候，就是制作维多利亚这个篇章的时候呢，想给它设计一个核心建筑物吧，想到这个应该做一个地标。在想的时候，一下就想到了伦敦中心，就是被当地人评价说和环境格格不入的碎片大厦啊，伦佐皮亚诺的那个。对，就是我们觉得从意象上来说，就是有那么一点契合，就是也有跟剧情里面那种就外来者侵入原有的视觉环境的这种感觉。当时我们一想到就觉得很合适啊。那借用这个灵感的话，把现代风格强行插入古典城市格局中，我们通过这种感觉把它设计出来了。当这个内容在游戏中呈现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学建筑的同学就是一下子就有共鸣了啊，这个干脆就不演了，就直接就觉得这是致敬碎片大厦的。虽然说游戏和建筑本身是没有版权上的一个问题的，但说实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碎片大厦它概念上是一个全玻璃的一个外立面的一个气质，它这个本身造型其实跟我们游戏里想要的实际的一个材料表现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说是为了让它更加符合游戏里的定位，只借助这个灵感，然后重新将这个大厦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它的概念是一个未建造完成的一个造型，我们希望带来一种压迫感，就是其实从这个设计来看，跟那个伦敦的原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对，那个更整体一些。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更早引入的一个活动中，就是《孤岛风云》中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曼斯科尔德监狱。去制作这个活动之前，就是根据它的一个背景，大家一下子想到像《禁闭岛》的一个电影，然后还有像《恶魔岛监狱》。都是比较有名的监狱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就考虑用孤岛也来表现这个移动监狱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当时去研究很多监狱建筑的一个结构，包括有米字形、回字形和十字形等经典的一些结构。它本身的一种设计核心，我们发现它就是为了让犯人和犯人之间减少交流，然后并且让管控者能够以点到面、放射状的去管辖监狱。
那去掉十字啊，就是因为感觉中央感会更强嘛，然后又去掉了一个米字形，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放射的感觉跟长条形的这个岛不太契合啊，最后选用了一个像是一个同为矩形的一个回字形，还有点包豪斯的那个感觉，略有。那为了就是增加视觉的一个辨识度啊，这边还有一个像是一个红色结节条，这个红色在活动中是非常多的。一开始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监狱的一个平面图、草图，去方便来大家创作里面结构。中间会有一个非常醒目，就是一个叫做中央塔，就是监狱中央有个中央的一个中控塔，就是来作为剧情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作为一个具有中控职能的一个建筑的话，这个中央塔我们希望它是让它和监狱的一个囚犯区是保持一个隔离的。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就是增加监狱发生紧急事件时这个管控者对于这个监狱的一个控制力，相当于就囚犯他可能就是会有更高的一个难度去占领整个监狱，包括像这个塔的一个底部吧，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草图啊，就是像可以看到中间的一个中控塔，然后它底部其实是存在一个关押重刑犯的一个设施的。剧情中它其实表现了一种特别的一种关系，就是因为它重刑犯这个地方非常的隐蔽，所以反而变成了一个哥伦比亚里面的各种势力把自己想保护或者是监视的囚犯就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来。但是这样的设计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应该把中控就是和囚犯这个区域分离啊，但是现在中控塔的下面就是一个重刑犯的一个区域啊，所以就是反而会更加危险。然后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本来是想设计一个它多层之间是其实是没有直接的一个楼梯的，但是后来又想到一些问题，就是中间那个电梯本身是联想到了一个像《饥饿站台》这样一个电影里面那个333层的一个监狱设计，所以因此就是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灵感，想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一个升降电梯去连接它。这样子，不过最开始虽然说是没有楼梯啊，就是外面都没有楼梯，只有一个中间塔上有，但是后来就是画平面图的这个设计同学，就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专业处理，最后去制作平面图的这些同学，他有些是建筑专业出身，然后刻在心里的这完全不符合建筑规范，然后想了想，就是大家要商量一下，最后觉得这个世界专业规范可能还是有一定必要性，就是虽然艺术加工是有必要，但是感觉还是要加回来，然后于是就在回字的外壁上面还是增加了消防楼梯这样的一些设计。像这个回字形的部分啊，就是我们以相同的一个高度和对角分布2块囚犯区，还有2块狱警区。像这边也能看到，这个黑色部分就是有一个狱警区的一个设置，就是我们还保证了一个非感染者囚犯和感染者囚犯的一个分离。就另外，当时参与设计的同学脑补了一个监狱的氛围，就是说其中一个画面是说，狱警他们能够有人在上面一边看风景，一边让警员和犯人就是偷偷做交易的那个地方，就是外面这个回廊上，就脑补了一些画面，就是说就是有点像狱警可以对着窗外自由的花草去拿捏犯人那种心态，这样一个。确实有一点这个《肖申克救赎》的那个感觉，因为本身曼斯菲尔德禁狱这个名字也是那个致敬《肖申克救赎》。对，有这么一些戏剧化的一些诉求，一些观感上想要去达到的一些效果。考虑到现在2处狱警也是有一个孤岛嘛，所以就是这个走廊也是就这样做上去，就是感觉这样也还能够方便两边的一个狱警区，它在外面连通，所以不会影响到囚犯这个区域。还有这种非常现代主义的建筑。其实狱警在监狱里面待久了，他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囚犯，所以我们侧面在这个监狱里面，它设置了一些完全通透的玻璃。我们初衷是希望让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稍微舒心一些，闲暇时可以看一下非常正常的一个景色，有大家这样一种考虑。那最后还有像是那个就是《孤岛风云》里，它有一幕是那个中央塔下沉的一幕，这其实是剧情中的一个高光点，但是这一点其实更多是基于娱乐艺术需要的一种这种规划吧，就现实中其实不太可能那么做的。对，但这样呢，在剧情中的话，可以视为是曼菲斯尔德监狱所有者的一种傲慢的体现，他拥有对监狱的一种掌控权，所以提出了一些护持常理的一些要求，所以做了这样一种结构。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为了让这个高塔下沉时有个 CG 的一个取景点。它那个面对着这个高塔下层的那个大厅，它采用了一种1、2、3层通高的一种设计。其实，在监狱里面不太合理这么做，然后它又把1、2、3层的一个动线都给打破了，就是其实功能性上是有时候缺失，但是因为之前提到了有长廊嘛，就弥补了这个问题，就不考虑那么实用性，那么考究了。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时在画监狱格子间设计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个去排它的。然后因为网上其实能找到的监狱的一个平面参考图然后包括监狱内景非常少，很少有可参考的一些资料。但当时刚好是制作同学看到奈良有个监狱，它被改成5星级酒店，就有参考一些酒店的一些东西，然后反正也很有趣这个事情。我觉得甚至以后如果你们考虑做一些这个落地的主题公园，可以把这个监狱做成一个酒店，大家还会比较愿意住进来，体验一下曼斯菲尔德的这个犯人的生活。
然后再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的莱茵活动啊，就设置了绿野幻梦里的一个莱茵大楼。那说到莱茵，就是科研加生态的一种感觉，就脑海中浮现的肯定就是21世纪以来非常流行的参数化的设计。做的时候被 Rhino 和 Grasshopper 支配的那种恐怖回忆就涌上心头，有点解构主义的风格在里面。然后也会想到著名的建筑女魔头扎哈·哈迪德，对扎哈，对，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人物了。他的作品的话就具有一些生命感，会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做莱茵大厦设计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发吧。跟曼斯菲尔的监狱相比的话，就是莱茵生命在大楼的这个设计，会更加难做一些。这个它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功能导向会更少，更多是一个就没法外化的一个过程。说白了就是比起可信的话，我们更希望是第一眼就把大家对于莱茵生命的一种感觉，就是印象能够在这个建筑上就表达出来，就会更加偏向艺术导向或者平面上的一些呼应。就是我们会考虑它的这个底面和正面都希望能够感觉到像莱茵的 logo 一样一个普遍的一种设计。为了做到这一点，还是付出了不少努力的。对，就是从建筑师的角度会发现，就第一印象是莱茵生命肯定很有钱，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交通流线，而且有一点那个苹果的那个总部给它解构了以后的这个，对，稍微会有一些那个意思。当然它那个更加在结构上做的更加猛烈。对，就有结构上的一些前卫的一些地方。材质上的话，就是用白色作为主色调，也象征一种生命科技，同时也用一些很大量的绿植去做一个辅助，去点缀它中间的一些红色和金色。这样的设计其实在我们看来就非常美术导向，但也是因为如此，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其实还比较谦虚，都是觉得自己并不是专业的建筑设计师啊，就相比起来还是太业余了，所以做出来的建筑很难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好看的一个感觉。其实作为一个概念设计，它已经够了，其实接下来的是扩出设计师的这个任务了。就像前面说的这些建筑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不详细展开的话，只看游戏 CG 啊，还有是像剧情啊，其实很难想象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感觉。但毕竟就是说我们就光建筑这块的话，我们这一路上就做过来，就会发现已经做了好多。当然能实现这些设计的话，也离不开我们同学的一个整个团队里面大家的一个努力和研究，以及还有制作前的一个设计和规划，他们也非常辛苦。这个确实就是从一个游戏的角度来说，把建筑做到这么细还是挺硬核的。因为我还是画漫画嘛，就像你做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这种设计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其实就是感觉也会借用一些设计建筑时的一整套从大到小的一种流程，因为当时就想设计一个就是涉及到就是一整个世界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它的框架也会搭得比较庞大，那要填充起来，我觉得非常有难度和挑战。就好比我们做建筑的时候，就像筑网、承重一类结构性的设计，可能有些时候要比外形要更重要一些，所以我们也会去搭很多框架性的内容。我们当时从世界地理到角色，从大到小都做了一整套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设计。其实就像城和龙门啊，灵感的源泉其实来自于我以前和朋友创作的另外一个故事灵感。当时其实就是一开始想做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故事。当时在故事里就是说有一个由龙化为的一个剑客，我们觉得这种现代化加国风这个组合想法非常酷。那后来经过我们重新塑造和一些重新设计，然后才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故事内容里面很早就出现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册就有龙门和城呢？就是因为我们很早就想好了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当时觉得非常酷。从这种结构来说，就是往细说的话，就是说角色自己它也有一些特定的走向，而如何去展现角色的魅力也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我们在游戏测试前的话，就也设计好了一整套的第一部分的一个整合运动的故事。就我们是以此为入手，但其实整合运动的故事结束还没有完全覆盖我们最早的一个框架设计，然后我们也当时就是做好了一些后续的一个剧情框架的一个设计。到上线前的话，其实至少已经规划了3个大型故事的一个篇章的结构，还有一些设定吧。大家现在看到的维多利亚部分，其实就是现在的一个第2部分。就当时其实就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算，因为大家也能看到里面一定的设定是相互延续的，会支持里面的角色和故事延续到后面去。因此在启动这个故事前，就是我们会把很多内容都会先分配好，但实际落地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那这样的话才能更加符合逻辑。像有些 side story 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视野就是从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主线的一个战场，移往泰拉大陆的就是各种地方，能够去接触更加多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从游戏上线前期也储备了很多的角色和故事，并且要储备它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设定，然后还有像地理、国家、年代、人物、势力关系等等这种都需要协调好。
这样实际是体现在游戏中的一个内容呢，才会给大家一种比较多的一种信息量。在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产生冲突。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去制作的话，会放在一起就非常协调，然后统一的风格也会比较明显。因为本身建筑师的英文 architect， 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种世界的架构师。像看过这个《黑客帝国》或者是那个《盗梦空间》的话，里面都是 architect， 都是这么一个角色，他可能会去构架一个更为宏大的一个世界，不仅仅是限于一个建筑的。相对的而言，其实《明日方舟》这个游戏也这么多年来，它产生的内容，我觉得它的设计量可能已经超过了一个比较中型体量，甚至一个比较大型体量的一个建筑。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的团队应该说也非常的庞大，就涉及的工作也特别多。那怎么去整合他们，就保证像刚才你说的，不要相互冲突，然后在各个方面他们尽量保持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经验？确实，就是当中是有很多难点的。大家都在一直说做游戏难，做游戏难，但其实很难体会到中间的难点究竟在哪儿。可能要举一些细节例子，就像我之前在一些对外分享中会说过，就是说一些厉害大师，他个人能力固然是非常强的，他的作品也能够按照他的意志完全一致的去完成。但是游戏是不一样的，就假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团队定好了一个难度、一些机制、同一个视觉方向，然后这样一个游戏风格，但实际做出来，你仅是说这些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一个难度、一个机制之类的，你怎么能保证制作团队里所有人对于这个设定好的难度、机制、风格所想的是完全一样的？那其实这个是有难度的，肯定会有一些偏差。那也有会同学问，那这个目标不是就应该是一开始定好的？目标的确是大家商量好、定好了、决定好了以后才能开始做的。但毕竟你要做游戏的话，你是要挑战一个做个全新的东西，大家其实手上是没有一个做好的一个东西这么一个蓝本。好比就像是大家就是每人手上拿着根平衡棍绑住了眼睛，站成一排，在一个名为计划的一个钢索上，用脚沿着这钢索前进。每个人都需要各自的旗帜掌握好自己的平衡，不断调整以后，然后做的东西确实有些时候会偏差，然后你还得再把它自己从平衡上再掰回来，就甚至一时间无法保持平衡，都很正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一起讨论、一起商量，就是如何去保持这个沿着这个计划继续往前走这样的事情，如何回到正轨上。然后在游戏设计的一个逻辑上，因为设计者有些时候会预先知道游戏的一些内在逻辑，然后它再会逐步推到外层系统，最后是一个观感。但是从玩家角度来说，我们去玩一个游戏的话，它是先从观感，然后再往内推。所以即使是制作同样东西，在设计者和玩家层面上，它接受顺序就是相反的，所以说它一定会产生一个观感和认知上的偏差。所以说我们需要去仔细想清楚，去摸清楚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并且要想办法可能产生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后果去弥补掉。方舟在内部创作的时候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去克服这样的一种困难。像前面提到建筑设计本身也是一步步推进，然后最后再去反复验证，以玩家的视角去摸索、去实验、自己去玩，然后最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去完成。因为《明日方舟》本身它主要还是一个2D 的游戏，那像接下来鹰角的来自星辰和中末地都已经公布了，我们都可以看到是3维的游戏。那在挑战这个3维游戏的制作上，你有没有新的一些，无论是设计美学也好，还是游戏机制或者是世界观上跟《明日方舟》相关的，或者是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能分享给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公布的一些消息。当时因为方舟是一个2D 游戏嘛，所以设计稿定下来之后，后面的部分相对来说推进起来会轻松一些。但像就是来自星辰或是明日方舟中末地这样的3D 游戏的话，就是不光需要很多设计稿，它在实际制作的时候还要制作非常多的一个3视图，还有细节拆分这样的东西，供3D 同学去进行还原。那其实这个本身的工作量和需要储备的一个资料就会非常的多，就仅仅到开工之前那一步就需要准备非常多。尤其像产品部分的话，这部分可以说就是比方的多很多。在这样的项目里的话，它所有的内容的耦合度会非常高，需要先确定方案的一个步骤，才能去提前实现，难度和人力几乎成倍的这种增长。我们一直想要去贯彻的，还是说是大家集思广益。对于周末地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明日方舟周末地是明日方舟的一个衍生作品。我们现在能透露的故事的世界观呢，肯定是跟明日方舟是有一定联系的。而且游戏体量的话也非常的大，对于我们一个公司成立才5年的公司来说，就是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前来说，在 PE 中也可以看到熟悉的一些方舟的一些影子还有具有冲击力的一个视觉风格，我们都希望能够延续下去。那目前当然也是在很紧张的一个开发之中，就希望能够尽快和大家见面。我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新的作品。最后，是不是可以请海毛同学给这个所有学建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特别是有一些是不是想转型去制作游戏的这种建筑学生，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些想法？虽然我在各种场合都提出大家可以勇于投身于游戏创作，但是现在也不可以抛弃现在正在从事的一个本职吧，我这么认为。
对我的理解来说，就是隔行如隔山，虽然可以勇于尝试，但是也不可以一腔热血不考虑任何的现实。我当时回想的话，也是说一边继续在建筑领域求学，然后以保证自己的生计和职业发展吧。一边还仍然在磨练自己的爱好，然后像绘画和设计。同时我也去扩充一些自己对游戏的一个理解知识，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相信，就是专业技能的一个提升是对自己从事任何职业都是有帮助的，就不能闲下来。再者是需要有热情，也需要有理性去合理规划自己的一个职业，就是要逐步了解，然后尝试进入游戏行业才是商家之举。其次的话，就是很多游戏公司其实非常看重独立创作的能力，是以及创业时面对困难的一种毅力。所以说，大家如果就是没有机会去一些大型游戏公司，但是现在自己手上做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实在没有热情，非常想投入游戏创作的话，那其实可以看看努力去尝试组建一些小团队，或者加入一些小团队，或是加入一些小型项目。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自己在迷茫的过程中就徘徊太久。然后在这些团队中、这些项目中，一定能够想办法去锻炼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以及游戏开发的相关经验。好，谢谢。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福利环节，我们会合绘一张签绘板送给微博的观众朋友们。请大家这个多多转评赞啊！我是设计师史徒子，如果大家喜欢我做的内容的话，还请转评赞一下，关注我，了解更多设计美学背后的故事。